This video includes multiple subtitle options to support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s. Feel free to turn them on if you need. 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你们过得还好吗？你们敢相信吗？已经2025年6月了，2025年已经过去一半了。我搬来上海也有1个月了。那在这1个月里呢，我一直在忙着布置我的新家，虽然很小，大概只有30平米，但是我现在还是把它布置的比较温馨的。所以我之前跟你们说，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些我搬来这个新家之后买的东西。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我就会跟你们讲一讲。那再下一个视频呢，我就会录一期播客，说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。在开始之前，首先你们发现我有什么变化？我的脸。如果你比较细心，可以发现我换了我的发型，我把它剪短了。我还换了我的眼镜，原来的眼镜是黑色的，现在变成了棕色的，这下面还是白的，所以它是一个渐变的色彩。对，不过这样的变化其实比较难发现吧。那么在搬来这里之后呢，我除了买一些最实用的东西，比如说做饭的锅，睡觉用的床单、被子，平时要用的餐巾纸、卫生纸，这些最实用的东西。我除了买这些最实用的东西以外，我还买了一些听起来有点没有用的东西。为什么我要买这些东西呢？是因为我为了增加一些我自己一个人生活的仪式感。那现在我就要给你们分享一下有哪些有点无用的东西。首先这个是不是很像一个橘子？是橘子吗？它不可以被吃哦。它其实是一个，你们猜是什么？它是一个花瓶。天哪，我的花瓣掉下来了。但这个花瓶特别小，它上面这个口很小，所以我只能大概装1枝花、2枝花。那它这个花瓶呢，是做成了橘子的形状，这还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橘子，它叫丑橘，就是它长得丑丑的，它的皮很皱，不如一般的橘子光滑漂亮，但是丑橘特别好吃。那这是一个做成了丑橘形状的花瓶，看不出来是花瓶吧？那我在里面插了2枝花，这是我昨天买的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花现在已经掉的差不多了，而且你看我一碰它的花瓣就开始掉。这枝花还是开得很好的。这也是我不太喜欢买花的原因，就是如果不是自己种花，我觉得看着花瓣凋落，看着花枯萎是一件比较难过的事情。对，那这个花瓶就是我第一个要跟你们分享的东西。那我刚刚说呢，其实比起花瓶，我会更喜欢养植物。这就是我买的一个植物，它是一个仙人掌，但它上面的这个叶子是不是很刺人的，所以摸起来不会很痛。那我就买了这些小毛球，粘在它的叶子上面，还给它买了一顶小的西装帽。那这样的植物比起花呢，它就能陪伴人更久，我也更喜欢。因为我目前的状态还不太适合养宠物，对，所以我就还买了
两个植物，一个是这个，还有一个是这样一颗虎皮兰。我特别喜欢它的颜色，有一种绿中透白的感觉。它其实不是透明的，但是你远远的看去会觉得啊，它是透明的颜色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样一个临时的推车。推车呢，就是可以这样推来推去的，就叫推车。因为我桌上的空间实在太少了，然后柜子也不多，所以我就需要一个这样提供空间的推车来放食物。那像我第一层就放了一些早餐要用的燕麦，然后下面有坚果啊、咖啡，做咖啡的咖啡粉一类的东西。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搞笑的小东西，它是做成了海绵宝宝的形状，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动画。那它的功能呢，就是我可以把它从这个镜子上取下来，然后用它去擦镜子的污渍。你看擦完特别干净。然后用完之后呢，再可以这样粘上去，放在这边。每次看到他可爱的脸，我的心情都会变好。我觉得这种东西能帮我增加一些打扫清洁房间的乐趣，还是很值得的。而且一个只要3块还是4块人民币哦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积木，它是一个专门做跟诗相关的东西的牌子出品的积木。那我现在还没有拆开，我现在要把它拆开来。这样子有点危险，我要把它放到地上，不然它就会全部倒掉。非常好。那么呢，这个积木是这样的，每一块积木它有3面是有字的。那为什么这个牌子想做这样一个积木呢？他们就是想让人通过搭积木来写诗的方式感受时间。所以我们在这样搭起一块块积木之后，是可以写出一首诗的。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不算诗，但是只要你能找到属于你的意义，我觉得就算诗。那他说，让我们把所有来自生活的经验和对未知的想象都暂时交给这45块积木，所以我们一共是有45块积木。然后他说，请让时间变成诗，暂时呢，让我们在此刻把对外界的信号切断。这45块积木呢，上面一共有不同的90个关键词和15句诗歌。这些诗歌呢，来自不同的诗集，是做这个积木的人专门挑选出来的。那我们通过搭积木呢，就能把这些词、这些诗句组成新的组合。那有了新的组合呢，就有了新的意义。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我也没有玩过这样的东西。那你们看哦，我现在就是把一些积木摆好。那有些积木上面呢，就是词语或者词组，有些积木上面就是句子。我现在要用它们来拼一首诗。让我们看看能拼出什么样的意义呢？
我会在春天解冻。我会在春天解冻，带着自由，一遍一遍地数着日落，看一看大海，大海，大海，河，海鸥，以确保它们还能远行。所有日子都跳进少年之心。这个放不上去了，积木散了。我爱不带目的的散步，它驱使我成为一个思想蓬勃的人。你呼唤寂寞与群星，我就来了。你还可以把它当作积木抽条来玩。对，我大概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吧，不过刚刚在拼那个积木的过程中，我真的就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。我觉得我就忘了时间，时间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用诗来学语言。对我而言，用诗学语言虽然不能说是正确的，甚至是准确的，因为诗用了太多让人觉得奇怪或者陌生的词语组合，去拼凑出人们不熟悉的意义，所以大多数时候你是不会用诗去学语言的。但是我在学一门语言，比如说西班牙语的时候，我会喜欢去用诗学，因为它给我一种很新鲜的感觉，会增添一些学习的趣味，而且我学了之后真的能记住一些词语和一些表达。那我刚刚分享的那些东西呢，虽然很小，而且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意义，但是确实能为我平时每天的生活增添不少趣味，而且也能让我的房间有一些美感，所以让平常的生活有些仪式感，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。我前段时间大概1个月前吧，和一个我 YouTube 的观众在上海见面了。我们当时就聊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可能我们有时候太多的在期待下一段旅程，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旅游，看很多让我们感觉到新鲜、感觉到兴奋的事情，去和陌生的人、陌生的文化交流。当然，期待下一段旅程肯定是没有错的，也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有时候可能因为我们太期待走出去，走出我们自己的房间，走出我们自己的家，而忘了怎么去关注日常生活的细节，怎么去让我们尽可能的感受、享受日常的生活。所以我刚刚买的这些小东西，也是我为了去感受日常的生活，去慢慢的过日常的生活，做出的一些努力吧。那么这就是今天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我本来以为我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跟你们分享，结果一看，其实我好像买的比较有趣的东西也就这些了。毕竟我的房间太小，装不了很多东西。不过我保证下一期视频我会出一个比较长的播客，让你们能听更多中文，学更多中文。
现在已经是晚上12点了，我也要准备睡觉了。那我也要跟你们说晚安了，晚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我会尽快早点发视频的，不过这个我也不能保证。那拜拜，晚安，你们要照顾好自己哦。